这一个网怎么来了这么多条的这种假大黄鱼啊？一连来了那么多的假大黄鱼之后，最终还是来了一条真的大黄鱼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的彪哥。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近海捕鱼的第二个网了。第二个网依然还是一个小网来的，而且这一个网比上一个网要长一些。感觉现在有点小风浪过来啊，船有点摇晃了。不过在近海倒无所谓，这样也不算是什么风浪吧。去外海的话，这样的风浪至少要大个1、2级呢。好了，网也拉上来了。这一个网的第一条鱼获居然是一条鳐鱼，我们叫做天星鱼。鳐鱼是没有刺的，而且连它的骨头都是软的。清蒸一下或者拿来煮粥煮汤都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呀，这边是来了一条山芽吗？这么黄色，也叫做黄状华鱼。后面又一条啊，连续来了2条呢。金灿灿的，还以为是大黄鱼呢。所以这种黄状华鱼也是一种假大黄鱼来的。不过感觉就没有春子鱼那么像大黄鱼啊。这种鱼的肉质相对会紧实一些，而春子鱼的肉质就相对更像大黄鱼了。小石头蟹倒是拿上来了1只啊。不过近海的鱼货始终不多，上一个网就还好啊，上了有3条的大黄鱼跟1条海红斑。这一个网目前就还没有大黄鱼上来呢，而且也是连续的拉了2、3片的渔网，是1条渔获都没有了。来了，刚说春子鱼，这边倒是来了一条春子鱼，还挺大条的。这种就是春子鱼啊，也是一种假大黄鱼来的，肉质就比较像了。今天倒是一下子还上了2种的假大黄鱼呢。这2种鱼跟大黄鱼一样，也都是石首鱼科的。而春子鱼有的地方也叫做黄鳝，这条还是挺大条的，估计要达到1斤左右的规格啊。1斤左右的，估计1斤要卖到80、90块钱了。1斤以上的价格就更高，估计要100块钱左右。上完1条蛏子，又来了1条黄状华鱼，相比普通的华鱼要大条很多，而且要比我们经常捕到那种白花鱼要精致很多。但是这种就没有蛏子鱼价格那么高，但是1斤也有个50块钱左右的，感觉它的颜色都要比真大黄鱼的颜色要精致很多呢。要是真大黄鱼就好了。今天拉上来这3条也都是挺大条的呢。又来1条，难道这个季节这种黄状华鱼的数量比较多吗？要是数量多的话，每人也可以分一些带回家吃的。毕竟这一趟已经有大黄鱼了嘛，所以像这一些黄状华鱼就可以每人分几条带回家吃。这种鱼它的肉质也是挺不错的，滑滑嫩嫩，简单的清蒸一下，其实味道就挺不错了。连续的有鱼货啊，感觉这一个网的效率就要比上一个网要高一点了。毕竟网才拉了1/3不到，终于看到普通的华鱼了。但是目前这一个网还没有大黄鱼或者海红斑上来啊。像这一种假大黄鱼倒是来了挺多条的，条条都比较大条，还活泼乱跳的呢。毕竟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不长，所以鱼上来它的滑率就还挺不错的。近海捕一般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都不长的，这个早上就过来拉网了。又上来了1条白花鱼啊，普通华鱼，这一种就比较白色啊，而且也是没办法长得比较大条呢。像这一种黄状华鱼就可以长得比较大条啊，见过最大条1条都要达到2斤多到3斤左右。这一个网怎么来了这么多条的这种假大黄鱼啊？又来1条了，这一些够我们分了带回家吃，可以吃个好几餐的呢。毕竟去卖就不怎么值钱，但是去买的话价格就更高了，所以每个人分几条还是挺不错。一连来了那么多的假大黄鱼之后，最终还是来了1条真的大黄鱼啊。只是这一条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大条了，比那一些假大黄鱼要小条很多，感觉是应该也就半斤左右。但是看起来也是比较精致啊，而那些假大黄鱼看起来是比较黄色，而这种看起来是比较精致，2种颜色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又来1条假大黄鱼啊，像这一种上来的就比较大条呢，你看一下，条条估计都是要达到1斤左右到1斤以上。
要是真大黄鱼都这么大条，其实也挺不错的了。又来一条鳐鱼啊，这一个网的第2条了，这一条也挺大条，估计也是要1斤多了。这一种鳐鱼1斤可以卖到40-50块钱呢，在我们这边价格还是挺不错的，毕竟没有鱼刺，大人小孩都合适。而且这种鳐鱼它的鱼干特别的香啊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口感。真大黄鱼只来了1条，假大黄鱼都来了好多条了，估计要达到10条左右了吧。它这一种颜色就偏向于那种玫瑰金的颜色啊，看起来颜色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这一种鱼头部到嘴巴这一部分是比较尖的，所以跟真大黄鱼一比较还是很容易就认出来的。16枚来了1条啊，上一个网也是来1条，然后这一个网也来1条，像这样子算是很大条的了。白花鱼再来1条，这一个网的第3条了，也快要休渔期了。休渔期这种白花鱼价格就比较贵了，现在1斤10几块钱，等到休渔期的时候，1斤就要卖到20-30块钱去了。一般来说，休渔期的野生海鲜价格都会上涨很多的，所以喜欢吃野生海鲜的，这个时候就要先囤一点货了。牛尾鱼还来了1条，也挺大条的呢。又是这一种鱼啊，数量是真的多。今天这一个网是放到这种黄鳝华鱼的鱼窝里面去了吧？平常在近海捕也没有捕到这么多的呀，还是说季节的问题呀？好吧，然后这个网也拉完了，真的大黄鱼就上来了1条啊，假的倒是上来了挺多的。不过相对来说，渔获的数量要比上一个网要多呢。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，那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。我是拿打标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近海捕大黄鱼视频哦。可怜的白衬衫，只能看1年4季出家淡饭，没有钱，没有权，没有一个苦点喜欢，那是有多么的不堪。孤独的白衬衫，点起烟，靠在沙发椅上，疲倦抬起头望着天，闭上了眼，忘掉从前。他想要一件花衬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标哥，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，准备过去拉网了啊。网也是放了一下午了，现在过去拉，应该是渔获多多的，马上出发。今天晚上的渔网依然是由网友承包了，希望渔获多多。这一次会从大网先开始拉起，先拉大网，看能不能上多一些大货。小剥皮1条啊，哇，大网连上来的黄鲫都是特别的大，这条黄鲫2斤应该有了。大网上来的海红斑却是这么的小，8两左右吧。按道理来说，大网不是应该上大红斑吗？怎么上一条小红斑呢？黑鲷1条啊，来了一条大真鲷，这条应该要2斤多。现在真鲷的价格一直在疯涨啊，越临近春节的真鲷是越来越贵，现在1斤已经是达到80块钱了。又来了一条大真鲷，条跟刚刚那一条应该也是差不多大。后面又来了一条又肥又大的大黑鲷，大泥猛也是来了1条，这个网的收获还不错。快，然后快吧。第二，开始拉2号吧。先来一条大泥猛啊，这条泥猛够大，应该要接近2斤了。来了一条大黑鲷，这条黑鲷也可以，而且现在黑鲷的价格也挺高，现在黑鲷价格应该也是要达到60多块钱，要接近70块了，价格是越来越高了。哇，超大的真鲷来了1条，这条真鲷估计有6斤左右，没有6斤应该也有5斤多，够大。这一次大网上来的大货够多，上来的全是大货啊。还来一条大香头，这条香头也是挺大，应该也是要达到3斤左右，漂亮啊！
香头只比这条真鲷小一点而已啊。又来一条香头，不过这条香头比前面那一条要大多了，看起来跟那条真鲷有得一拼，所以应该也是要达到4斤以上。就这3条就能铺了满满一筐了，鱼货真的是又大又多。真鲷啊，又是一条大真鲷啊，不过这条小一点，也要达到2斤多。2号网的鱼货也不错，够多啊，应该有10几斤。现在开始拉3号网啊，3号网依然是大网。大英哥鱼先来了一条，这条英哥也是够大，应该也是要达到4斤以上。英哥鱼长到这么大，它的肉质也是不会发柴的。所以这条英哥鱼即使拿来清蒸或者香煎都是非常的好吃。这条是叫做龅牙妹啊，你看它的牙齿多龅。这一条是连尖，但是这条连尖应该也就1斤多点，不算是特别的大。在连续上了这么多大货的情况下，这条算是小的了。一条大英哥，还有一条大连尖啊。哇，还来了一条大黑鲷，大货真的多。今天晚上的大网要爆发，连续的来大货，而且每一号网的大货都是挺多的。3条鱼就放了小半筐了，可惜网却拉完了。正在享受大货不断的情况下，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，希望下一个网收获也不错吧。这个网是小网啊，所以大货应该就没有大网那么多了，但是鱼货应该不会少。小真鲷先上来一条。英哥鱼啊，这条英哥应该是刚上网没多久。看一下这条英哥鱼是多龅牙啊，看一下前面这几颗牙子都直接凸出来了。后面又是上了有几条鱼货。这个是另外1号网啊，先上来2条鱼。正经一点好。老虎鱼啊，有一条老虎鱼。然后这个小网也是拉完了。今天小网的鱼货比较少啊，没有大网那么多，就剩一个网在海里面了，准备过去拉上来。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。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城市很大很拥挤，理想的人谈何容易？总在深夜紧抱着自己，自顾自说一定要有出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，准备过去拉上来。前面网的收获还挺不错，但是没有特别值钱的鱼货，希望这一个网能来一些海红斑之类的，红虾什么的也行，暂时还没上过。先上来一条泥猛，外海这边的鱼货还是挺多的，最近上来了这些泥猛都是挺大条的，而且都是挺肥的啊。又是一条大泥猛，这边是在连续的上泥猛啊，没一会已经上了4条泥猛了，还是泥猛啊，这号网怎么光上泥猛啊？最近泥猛的数量这么多的吗？继续来泥猛。这一下子上了小半筐泥猛了，终于来了一条不一样的鱼啊！这是一条海鲤鱼，最近的海鲤鱼数量就比较少了。
然后这号网也就拉网了，这号网也是有半筐的这个渔获吧。先把它装起来，应该能装满满的一袋。这号网就不一样了，先上一条小剥皮，而且这条小剥皮还看起来挺大的。冬天的小剥皮数量比较少，还说它不一样，可是又上泥猛了。这才刚开始啊，就上了这么多了。这边还在连续的上渔获，其实还是小网的渔获比较多，但是大网的渔获又比较大。小网其实也可以上大货的，只是比较少而已。今天的这些泥猛是又大又肥呀，又是有小半筐泥猛了。然后这号网也就拉完了，每一号网也是500米啊，拉上来这点渔获其实也不算多。又是大泥猛，这个位置的泥猛是真的多而且大。现在的大泥猛一斤可以卖到接近40块钱了，还是挺好卖。就像是这一条就要达到1斤左右了，真的大。这边倒还上了一条油甘鱼啊，且这条油甘鱼也是挺大，应该要6、7斤。这条油甘鱼是小网上的啊，是今天上的最大的一条鱼了。然后这个号的渔网也就拉完了。今天的月亮也是挺漂亮的。这个号的渔获就挺好的，还有一条青干鱼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条鱼，还挺不错啊。现在也是开始拉最后一个号的渔网了，拉完这个网也就是准备回去了。现在也已经是夜里了，接近10点钟了。同样的啊，还是先上一条泥猛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哟，这边倒是来了一条小红斑，还挺不错，终于来值钱货。这条小红斑应该也就8两左右吧，看起来也不大。还有泥猛，无论做某个。这个最后一个网的渔获好像不多，拉了很久的网也是没什么渔获。原以为最后一个网的收获应该会好一点呢。然后最后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最后一个网的渔获还是比较少啊。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启程回去了。因为渔获都是被网友承包了，所以也不用去鱼排那边卖鱼，直接回家就行。今天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然后现在也是准备返航回去了，已经是10点多了，回到去也是要1点多了。关掉了我的手机，聊你心的担心，我真的好想能够回到你，没来得及说抱歉，你已经不在身边，我却彻夜想念。刚回到家里，也是洗完澡了，已经是夜里的快3点钟了，准备休息一下。这一次2天外海2天1夜的收获，收获一般般吧，没有特别值钱的渔获，没有大条的海红斑，也没有大条的龙虾。泥猛比较多，还有大真鲷也是比较多，还有大黑鲷。特别值钱的渔获比较少，小石斑倒是有一些，总体效果一般般吧，好吧。然后现在准备去休息了，2天1夜也是累得够呛。好了，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拿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一下子来了3条，这没一会已经上了5条了。哇，第6条，第6条。对不起，是我作茧自缚，是我爱得太蠢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。也是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，相信你多轻浮的吻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拿导表哥。最近连续的出海好几天啊，因为晚上都刮风，天气都不好啊，白天晴朗，晚上刮风，所以去不了外海，只能在近海捕鱼啊。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出发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到船上，然后准备把船启动一下，都出发。迷失了遗忘的却奋不顾身，再走一场你也不信任，伤了你的自尊，后知后觉是我没用心的，回忆的痛我一个人撑，你也不再过问，生怕又增添新的伤痕，熬过了冬我选择承认，辜负你的认真，现在的我已来不及纠正，全都怪我曾不管不顾，伤了你的全部，背对背现在只有我转身，迷失了遗忘的却奋不顾身，再走一程你也不信任，伤了你的自尊，后知后觉是我没用心的，回忆的痛我一个人撑，你也不再过问，生怕又增添新的伤痕，熬过了冬我选择承认，辜负你的认真，现在的我已来不及纠正，全都怪我曾不管不顾，伤了你的全部，背对背现在只有我转身。今天有点雾啊，到现在还是起雾，而且这样子导致开船的时间比较久，而且放网的时间也比较长。现在网也全部放下去了，然后船也停泊下休息一下。因为是大雾天气，而且还带了点风浪，所以出海的渔船也不多，停泊在我们附近也就自己收了。先休息一下，喝几杯茶。刚吃过午饭就看到别人准备过去起网了，看来潮水也是差不多到了，我们也是准备一下就去起网。现在已经是10点钟了，吃过早餐，而且现在潮水也是刚到了，准备过去起网了。大雾的天气还没上去啊，但是出了太阳了，应该雾会慢慢的散开。先把船锚起上来，然后就可以出发了。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，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。现在的大黄鱼是一天一个价，而且是越涨越高。每年也就是这个时间点的大黄鱼价格是最好卖的，所以也就希望能拉多几条。我这才刚开始拉网就来了一条大黄鱼了，这条够大，这条应该要接近1斤半。上一次卖1斤半的一斤要达到800块钱，现在估计回去卖要更高了。后面又来一条，这是遇到大黄鱼群了吗？网才刚开始拉，我就来2条，而且都挺大。又来一条，这一条也是要1斤以上，今天又是要发财的节奏了啊！是啊，这个大耶！这边又来了2条，不过这2条要小一点啊。这一下子来了3条，这没一会已经上了5条了。第6条，今天是不发财都难啊！早知道近海有这么多大黄鱼，我上几次去外海干嘛咯？我的天，这是连续的上啊，肯定是遇到大黄鱼群了。今年是有幸的遇到了2次大黄鱼群啊，看来是天道酬勤，大海这是该给我们发年终奖了。这一下子来了4条，真的是想不发财都难啊！这才没一会，应该有10几条了吧？还来了一条老虎鱼，而且这条老虎鱼看起来也是挺大的。可惜老虎鱼在我们这边的价格不高。白花鱼啊，看来也就前面那一点是一群大黄鱼而已啊，后面这一些网也是拉不到大黄鱼啊。不过网才拉了2/3啊，还有1/3没拉上来。又有了，而且这条比较大，还活着的啊，还一直的咕咕叫，就是大黄鱼的叫声。这边又来了一条啊，直接掉了出来，还来了一条白花鱼啊，远远的看还以为是小黄鱼呢，拉近一点看是白花鱼啊。又是来了一条，还在咕咕叫，刺激呀！这个位置这么多大黄鱼，等一下拉完网继续在这个位置把网放下去。虽然潮水不允许，但是也不要紧，死破网也要放。又来了一条，这条也是大，这都是第10几条了哦。这边又是一条，2条连续的来，
没有数啊，这是不是要20条了？一个网就上了这么多条，太吓人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直接把网放到养殖基地了，可惜南澳岛是不养殖大黄鱼的，因为也没人吃。这边倒是来了2条这个老虎鱼。哦，这条要2斤了吧？这么大一条，2斤的大黄鱼价格那就高了去了，发财了，圆鼓鼓的，而且还是活着啊！哇，来了一条黑鲷啊！但现在不管什么鱼货都是涨价的厉害，但是瞬间感觉黑鲷它不香了。不过觉得还挺不错的啊，带回家吃还是可以的。网也就拉完了，瞬间感觉这个网还是太短了啊！趁着还没有人看到，赶紧继续过去把网放下去。这边是6条比较大的啊，应该还有10几条比较小的，也是放在活水箱里面先养殖。运气真的是好到爆！现在赶紧在这个位置把网放下去，要把刚刚拉上来这个网全部放下去。虽然潮水来不及啊，而且后面的潮水太大，有可能把网给刮破了，但是不要紧啊，上了这么多大黄鱼了，刮破一点网又算什么？发财就在眼前了哦。这个网拉完了，这个网收获不错，上了好多条这个大黄鱼，而且这些大黄鱼都是挺大条的，都是要1斤多，一下子上了应该有10条左右吧，挺多条，哇，太高兴了，难得的丰收一次啊，而且才1个网而已啊，后面还有2个网在海里面，应该还会更多，现在过去拉上来。下面几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记得关注我看下一期的视频哦。哇，这大网的最后却上了一条大红斑，这条红斑够大，这条红斑要2斤多，又大又肥啊！现在的红斑价格就非常的高了。哇，又来了一条，而且这条够大，这条应该要1斤半左右了，这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。上一个网收获了有接近20条的这个大黄鱼，其中这6条是比较大条的。而后又在捕到大黄鱼的这个位置网又放了下去，所以现在还有3个网没拉上来，但是准备把第2个网拉上来。不过这个网离刚刚捕到大黄鱼的位置还是有点远的，看能不能捕到吧。运气好的话应该到哪里都有。现在网已经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大黄鱼多多。但是事与愿违啊，这个网拉了很久也是没有看到鱼货。近海捕鱼也就是这样子啊，除了那些比较值钱的鱼货之外，其他的鱼货真的是比较少的。这是一条黄鲫啊，拉了很久的网才上了这么一条，最终还是来了一条啊。虽然这条小了点啊，但也是大黄鱼，也是挺值钱的。已经是挂掉了，证明是刚上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来了一条黄鲷，这条黄鲷看起来也是挺大的，应该要2斤左右。现在的海鲜涨价的这么厉害，黄鲷应该价格也是比较高的。之前的黄鲷价格已经是65了，不过之前上了那么多大黄鱼啊，这条黄鲷我们也就不卖了，分一下带回家吃。每人也是带点鱼货回家，尝个新鲜味。白花鱼啊，这个网的后半段倒是有几条鱼啊，这又是一条黄鲷，还挺肥的这一条。前半段没有鱼货，后半段倒是有几条鱼，但是鱼货也是真的少啊，没有外海那样子。然后网也就拉完了啊，只上了一条大黄鱼比较值钱。除了大黄鱼，其他的鱼货我们都是分回家吃吧，让家里人也尝一下大海的味道。第2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2个网上有一条这个大黄鱼，还有好几条这个黄鲷啊，都是挺大条的。看到大黄鱼也是要8两左右吧，还算是挺不错吧。虽然说没有上过1个网那么多，但是也算是有货了。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，下一个网是大网啊。如果是命中大黄鱼的话，只会很大条的大黄鱼。这个大网比较长啊，而且后面还加上了一小段的这个小网，所以这个网拉网的时间会比较长。看一下大网能不能上大货吧，大黄鱼都会大条的。近海放大网就是这样子，拉了很久的网没有鱼货。终于是来了一条大黄鱼了，不过大网上的大黄鱼怎么这么小？起来应该也就6、7两吧，还以为大网上大货，结果上来了却是这么小。然后又是没有鱼货，而且这边大网也是快拉完了，接下来只剩下一小部分的小网。哇，这大网的最后却上了一条大红斑，这条红斑够大，这条红斑要2斤多，
又大又肥啊！现在的红斑价格就非常的高了，一斤要达到750，所以这条红斑要卖个1500、1600了。哇，又大又肥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王的最后上了一条大红斑，还有这一条黑雕，然后这边大王也是拉完了，接下来只剩一部分的小网了，还可以呀。1块石头不够，2块一起来凑。小网居然不上货，难道要比大网还惨吗？不可能呀！这边小网都拉了很多了，还不上货。来了一条春子啊！这是春子，不是大黄鱼啊！哇，这条就是大黄鱼了，不过这条看起来是小了一点，还是小网好一点啊，有大黄鱼上，且上的这条大黄鱼还比大网上的大呢。哇，又来了一条，而且这条够大，这条应该要1斤半左右了，这么大。看来这边的大黄鱼不是一群的啊，一条一条的来，这边又是没有货了。又有啊，又来了一条啊！看来今天又是要发财的节奏了。上一个网是上了10几条啊，这个网也是有好几条上来了，还不错。今天卖个1万多块钱也是稳了。西宫鱼啊，这个网其他的鱼货都是比较少，大黄鱼多就行了。大黄鱼多得还比其他鱼货还多啊，这样子才发财有望啊。这边是一条黄鸡，今天除了大黄鱼，其他的鱼货都不卖啊，都是分一下带回家吃。他来了，他带着一身金灿灿就赶来了。这条漂亮，这条应该也是要8两到1斤吧，应该有吧，所以这条应该700、800块钱有的。而且也是把网藏了好多圈，应该是连上网好久了，也已经是挂掉了。不过大黄鱼挂掉跟活着是一个价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后面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没有鱼货了。这边这一小部分的小网也是快拉完了。我像这个位置也有一些黄鱼，然后准备把这部分小网继续再放这个位置下去。这个网也是拉完了，这个网还不错啊。前半段是这个大网，后半段是这个小网。大网收获了收获了一条大红斑啊，还挺大条的，应该要2斤左右。小网却收获了几条这个大黄鱼啊，反正加在一起都是挺不错的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，货一多，激动得连货都说不清楚了。准备把那一小部分的小网放下去，然后再去拉其他的网。现在放网真的是潮水来不及啊，不过也不要紧，希望能捕多几条大黄鱼那就够了。也是第2次重新把网放下去了，所以海里面又多了2个网要拉。网已经放完了，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。今天也是激情澎湃啊，拉到了这么多的大黄鱼。这一个网是小网啊，看一下这一部分的网收获怎么样，有没有大黄鱼过来呢？这边才是刚刷网啊，就上来了一条大黄鱼了。这条就够精致啊，但是看起来也不算大，应该也就8两左右吧，口是红色的，绝对野生。后面又是没有鱼货，看来放大黄鱼的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放对了就有啊。哇，这个网都拉了2/3了，才又上了一条。这边的网大黄鱼都不大，还是第一个网的位置好，又多大黄鱼，而且又大。然后又是很长时间没有鱼货了，而且网都快拉完了，看来这个位置也不算好啊。老虎鱼一条，这条老虎鱼看起来都是挺大的，别看它丑是丑啊，但是价格确实挺高，已经要150呢。这边网也是快拉完了，鱼货也是没有啊。不过近海拉网就是这样子啊，鱼货真的是太少了，但是鱼货确实挺值钱。这一趟要是没有大黄鱼的话，估计也是要亏本啊。不过有这些大黄鱼却变成要发财了。这个网只上了2条大黄鱼啊，鱼货也不多。这边是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，准备过去拉。然后这边下一个网的视频跟回去卖鱼的视频，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记得关注我看下一期视频卖鱼才知道大黄鱼有多值钱哦。没有上大黄鱼却来了一条海红斑，这条看起来虽然小啊，但是应该也是要1斤多点。今天的这个大黄鱼的数量真的是直逼30条啊，应该也差不多要超过30条了。这个网的第几条我都忘记了，上的太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。第一个网上了有10几条的这个大黄鱼，而后的2、3个网又上了有几条，合在一起应该有20几条。
然后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准备过去拉，是重新放下去，在这个大黄鱼窝的位置，看能不能拉到更多的大黄鱼。重新放下去的网应该效果会差一点，希望能拉到一些吧。毕竟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大黄鱼价格最高的时候，即使只上一条也是比较值钱的。网拉上来了，接下来是大黄鱼多多了。重新放下去的网果然效果不是怎么好啊，渔获真的是比较少，到目前为止拉了2片网还没有渔获上来。哇，刚说没有渔获，他就来一条大黄鱼了，挺大的。后面又有啊，哇，这个大黄鱼窝的位置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条看起来小一点啊，应该也是要7两左右，1两左右一斤也是要达到500块钱的。真的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，看能不能上它个30条。又来了，这条大一点，这条看起来应该也是要8两左右了。运气还是挺不错的，连续的上大黄鱼啊，这一次想不发财都难啊，奥之大物，冒之风浪出海啊。不过总算是收获不错，还是挺值得的。来了一块大石头，海底礁石，然后又来了一条白花鱼，后面突然就没有大黄鱼过来了。老虎鱼啊，今天也是上了有好几条老虎鱼了，老虎鱼也是挺值钱的。等一下回去也把这些老虎鱼卖一下，看涨价了没有。以前是150一斤啊。来了，大黄鱼窝的位置果然不错，连续的来大黄鱼了。后面又有一条啊，这边是连续的来了2条大黄鱼，不过这2条看起来是小了点啊。要是能来一条2斤的大黄鱼，那就折老多钱了。各网上的这几条都不大啊，一般都是7、8两，还不到1斤啊。但是后面这一个网却是没有什么渔获上来，毕竟大黄鱼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，不可能一直连续上。没有上大黄鱼却来了一条海红斑，这条看起来虽然小啊，但是应该也是要1斤多点，1斤3、4到1斤半左右吧，且缠了这么多圈的网。现在的海红斑价格就高了去了，1斤750啊，今天捕到了2条，但是这一条肯定没有前面那一条大，不过1斤半左右吧。刚上完海红斑又上大黄鱼，真的是想不发财都难。这一条看起来要大一点了，应该要达到1斤1、2了，看起来也是挺肥的啊。这个网也是难得的上了一条比较大的大黄鱼。又有啊，连续的来了，个网也是上了好几条的这个大黄鱼了。今天的这个大黄鱼的数量真的是直逼30条啊，应该也差不多要超过30条了。这个网的第几条我都忘记了，上的太多了。但是后面这一小段网却拉不到渔获了，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？应该还有1、2片网没拉上来，看还有没有渔获。石头蟹倒是来了一小只，大黄鱼却没有了。好的，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这个网已经是很不错了，上了那么多大黄鱼，而且还有一条大红斑，这个网也要值个好几千了。所有的网也都拉完了，现在是准备回去卖鱼了，看一下鱼价。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啊，最后一个网收获就挺不错的了，有大黄鱼还有海红斑，而且大黄鱼够多条。今天收了的大黄鱼估计也就20几条，接近30条吧，收获够多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今天所有的渔获回去卖，应该卖个1万多2万块钱是有的吧。大黄鱼没有上升那么多，来看一下今天总体的收获吧。应该上了有30条的这个大黄鱼啊，而且其中几条比较大，其他的都是比较小。这6条是其中最大的6条。所有的大黄鱼放在一起也是装了满满的1筐有多。最近的运气真的是挺不错，真的是要发财了，连续的发财了好几次。看来今年的运气真的是好，牛年牛，迫不及待了要赶紧赶回渔港那边，内心真的是激情澎湃，激动的心啊。过来鱼排这边卖鱼了，这些大黄鱼看一下能不能发财啊。今天大黄鱼大丰收，满满的一大筐，跟他们一起合个照。开始给这些大黄鱼称重，我这边激动的心，鱼排老板这边是颤抖的手。捕到了这么多的大黄鱼，鱼排老板比我们还开心啊，他们也是要发财一笔。12条够大，要1斤6、8。
1斤6的大黄鱼1斤要达到1200啊，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高。哦，这打过来，收得啊，收得啊，这个钱要还的。你慢点拆了，慢点拆了，谁让他鬼脚上出去？卖给3斤几送2斤干嘛出关？我出个新了。称完鱼就赶紧算账算钱了，真的是太激动了。所有的大黄鱼在一起啊，卖了16800块。所有的鱼货都卖完了啊，总共上了30来条的这个大黄鱼，所有的鱼货卖了16800块钱，总算是大丰收一次了，还挺不错啊！哇哈哈，没想到这一次近海能捕到这么多鱼，大黄鱼啊，收获挺不错。然后现在午饭还没吃，准备回去吃个午饭了。不对啊，虽然说其他鱼货要带回家吃，但是还有2条海红帮没卖啊。老虎鱼也是好几条，也一起卖了，可还是挺不错啊。1斤还是150啊，没有涨价。关键的还是2条海红帮啊，够大够肥。2条海红帮加在一起3斤4啊，也能卖个2550块，加上老虎鱼也能卖个3000来块钱。海红帮、老虎鱼加上大黄鱼在一起，卖了总共也是要2万块钱了，还是挺丰收。一发财啊，连午饭没吃都不觉得肚子饿，真的是太激动、太兴奋了。好了，现在也是要回家吃饭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。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这是一条黑毛鱼，大黑毛啊，这条要4斤左右了吧？因为是大网，所以上来的鱼货不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，现在是下到船上，准备出海捕鱼了。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，然后这次晴朗2天，准备出海捕鱼。因为近海实在鱼货太少啊，虽然说大黄鱼价格比较高，但是大黄鱼还是实在比较少的，还是出外海收入稳定些。然后现在就准备出发。孤独的不忍避讳的悲哀，终究埋葬心底正悲伤。你的笑就像个温柔的刀，你和他成双，我还在假装，玫瑰花也丢了它的芬芳。3杯酒蹲在我颤抖的双手，悄悄地假装潇洒地走。没有了以后，我该怎么走？站在终站的暴风口。网已经全部放下去了，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，准备吃个午饭，然后休息一下。网的话要到晚上才过去起的。然后现在是停泊在小岛这附近，还是熟悉的这个小岛。今天停泊在这附近的船只还是比较多，有过来这边钓鱼的，也有过来这边放网的。还是喜欢外海这种感觉，天蓝色的海水，感觉是特别的纯净。今天的午餐是这个猪肉粥，特意带了一点猪肉下来煮粥吃。这边倒是有人在这里拉笼子，不过看他这些笼子好像也没什么鱼货吧。太阳准备下山了，我们差不多时间到，也过去拉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作茧自缚。是我爱得太蠢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。也是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，相信你多轻浮的吻。机器也是启动了，然后所有情况准备就绪，天色也渐黑，过去拉网了。吃过晚饭之后，渔获就开始多起来了。在外海这边，我们一般都是要入夜，然后潮水到了再过去起网的。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是差不多了。太阳也是已经全部射到海平面下去了，剩下一丝网霞挂在天空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把起网机启动一下，就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了。今天在外海的第一个网啊，在海里面也是泡了有8个小时左右，现在开始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就是渔获多多了。先上来一条小剥皮鱼，冬天的小剥皮鱼数量少，但是价格高。一条小真鲷，一条观赏鱼，还来了一条大鹰哥，还是外海这边上货的感觉比较爽。但是近海那边值钱货又比较多，所以还是挺矛盾的。
不过近海那边运气的成分比较高，如果捕不到值钱的鱼货，有可能就空网。但是在外海这边不会，再差它也会有一些鱼上来，毕竟是外海，鱼货还是比较多的。这是1号了，开始拉了。哇，先上来一条大尿兜鱼，连续的来大货，这是一条大黑鲷，也要3斤左右。而且现在的黑鲷都是比较肥的，大真鲷都来了一条。现在不管是什么鱼货，价格都是比较高的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不管是什么鱼货，价格都是比较高，涨价幅度比较高。然后1号网先拉完了，因为是大网，所以上来的鱼货不多，但是上来的都是大货。现在开始拉2号网啊，大网连上来了，刺臀鱼都是比较大，还鼓成一个球了，刺鼓鼓的。大网却上了一条小黄鸡，大网应该上大黄鸡才对呀。大网上了这么一条小黄鸡，让我情何以堪。哇，这是一条黑毛鱼，大黑毛啊，这条要4斤左右了吧？大黑毛1斤要值100块钱左右啊，所以这条应该也能值个300多400了。黑毛鱼还是挺好吃的，肉质滑嫩。还来了一条大英哥，这条英哥也是要2斤左右，现在英哥1斤也是要达到50块钱了。2条鱼加在一起能值个500块钱左右。先上来一条大黑鲷啊，看来最近的黑鲷还是数量比较多的，而且都是比较大条。今天的黑鲷鱼数量挺多，而且每一条都是看起来挺肥的。又是一条大黑鲷啊，不得不说这个季节的黑鲷鱼确实是挺好的。这条黑鲷看起来也是要3斤多以上啊，拉近看一下应该也是要接近4斤了。今天大网收获不好，大网拉网了，大网鱼货比较少啊。今天大网4个大网都是鱼货比较少，黑鲷有几条啊？英哥鱼，还有一条黑毛还算是比较大，应该要3斤多。然后其他的鱼货都是比较少的，基本上今天的大网都是比较差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小网啊。每年的这个时候海红帮一般都是比较多了，但是今天还是没有遇到过。开始拉第2个网，希望第2个网能有一些收获吧。现在开始拉小网啊。大网收获不好，看一下小网的收获怎么样。一般来说小网收获都会比较多。来了一条泥猛跟一条黄鸡呀，还是小网的鱼货比较稳定。小剥皮现在的价格也是比较高了。现在这个季节的泥猛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又大条。还来了一条英哥鱼，英哥鱼要连只鱼鳞一起相煎，特别的好吃。还来了一条黄鲷，现在黄鲷价格也是比较高，1斤要达到65。哇，大剥皮鱼，好久没有捕到大剥皮鱼了，还是夏天的大剥皮比较多，所以现在大剥皮价格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小网的鱼货还是挺不错的，也已经是装有半筐的这个鱼货了，还不错。先来一条柠檬。大虎鱼至少要半斤多，6、7两我觉得6、7两个，6、7两估计也是有的。这条老虎鱼挺大条的。老虎鱼长得丑是丑，但是价格比较高。海鲤鱼也是比较少啊，夏天的海鲤鱼就会比较多。这个是6。最近的这个小剥皮鱼数量也是可以。还有一条小真鲷啊，还是小网的收获比较好。
又是一条老虎鱼啊！已经是装有小半筐的这个鱼货了，泥猛跟黄鸡看起来是挺肥的，然后这个小网也是拉完了，总体收获也是一般般吧。第二个网拉完了，第二个网鱼货也是一般般吧，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，但是小鱼货倒是上了不少啊。有一条这个大剥皮鱼啊，已经很久没有捕到大剥皮鱼了，小剥皮比较多，还有其他一些小真鲷什么的。小网的鱼货比大网好一些啊。然后现在过去放下一个网，准备把下一个网拉上来。外海这边天气一入夜还是比较冷的，温度比较低，然后现在准备先去把网放下去，放下去的网要明天早上拉，现在放下去，明天早上拉，历经的时间也是比较久。然后拉下一个网的视频，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前面几个网的收获一般般吧，虽然有一些大货，但是没有值钱货上来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，准备过去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鱼货多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。现在准备过去把最后一个网拉上来，然后就要找个地方停泊下来休息了，准备在外海这边过一夜，明天早上还要拉网。外海一般都是夜网拉网的，大家都知道。网也已经拉上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收获多多，鱼货多多了。先上来了一条泥猛，看起来还是挺大的，要7、8两这条。这条泥猛要比刚刚那一条大一圈。哇，这边倒是来了一条海红斑啊，不过这条看起来小了点啊，应该也就半斤到7两左右。看错了，这条不是海红斑啊，是红点斑，要比海红斑便宜一些，一斤也就100来块钱而已。这边的泥猛倒是挺多的哦。这号网的鱼货倒是不多，但是有一条红点斑，一条黄金。看错了，好像是一条连尖，确实是连尖。海红斑，这一条就真的是海红斑了，不过这条也是比较小。海红斑啊，看起来只是6、7两吧，也不怎么值钱。不过有就不错了，这条能值个100来块钱，接近200块钱应该有的。大的就比较值钱了。哇，这条泥猛这么大，估计要1斤出头了，又肥。这条拿来清蒸也是刚好一盘啊，挺不错。好的。连续的来了好几条鱼货，泥猛比较多，其他的鱼货就比较少了。泥猛也是比较便宜，不过再便宜的鱼货数量一多也就比较值钱了。毕竟大泥猛1斤能卖到35块钱呢。哇，这边又来了一条超大的泥猛，这条也是要1斤多。一直的上泥猛啊，其他的鱼货比较少，这边倒是来了一条观赏鱼，放生了吧。挺大条的哦，挺大条的。剩下最后2个号的渔网啊，先上来一个海星，然后就是一条19公了。继续上泥猛啊，那今天的泥猛也是数量超多的。来一条小真鲷，今天的小真鲷数量也是比较少的。下面还有一条老虎鱼，小心啊！
漂亮的青衣来了一条啊！青衣的价格还挺不错，一斤70、80块钱应该有的。那条青衣啊，下子来了好几条鱼货，2条青衣，1条泥猛和1条刺豚。2条青衣，1条老虎鱼就比较值钱了。这号网的鱼货还算是挺不错的吧。还有小剥皮跟1条厚甲鱼。这个网连续的来鱼货，但是暂时还没有大货上来，也没有什么海红斑之类的。泥猛倒是来了不少啊，而且这些泥猛都是比较大。海鲤鱼还来了1条呢。这个网的最后还来了1条老虎鱼啊，老虎鱼依然是150一斤。然后这个号的渔网也就拉完了，现在准备过去拉最后一个号的渔网了。条黑鲷，先来1条黑鲷啊！这条黑鲷应该有2斤多点啊，看起来是挺大的。鱼后面又来了1条黑鲷，也是差不多大，又大又肥呀、大黑鲷。网的11号了，最后一号。这号网也是今天的最后1号网了，连续的来了挺多鱼货的。等把这个网拉完之后，要把这些网全部放下去，然后到明天早上再拉了。哦，这个网就挺不错了，又有马鲛鱼，还有好几条大黑鲷、真鲷啊、泥猛也是挺多的。还来了1条青衣，这个运气就比较不错了。看来还是最后一个号的渔网比较好啊。看看人家这个号的渔网，同样的长度却拉了这么多的鱼货。然后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收获还挺不错的。然后今天晚上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准备把这些网重新放下去。换一个地方放网啊，然后要找个地方停泊下来了。去找一个今天还没有放过网的位置，重新把网放下去。最后一个网也是拉完了，收获还算是挺不错的吧，特别是第11号网啊，有这个竹叶马鲛啊、大货那个大黑鲷，还有1条大青衣，收获鱼货还是挺多的啊。今天最好的网就是11号网了，收获不错。不过今天总体的收获都是比较一般的，特别是前面的大网收获比较差。然后现在网也洗完了，准备找个地方把网放下去。晚餐还没吃啊，把网放完之后找个地方停泊下来吃个晚餐，然后就准备睡觉了。明天早上要早早的，差不多7点钟就要起来拉网了。找个好位置，赶紧把网放下去。预祝明天收获多多。这个网已经是拉完了，今天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，还没吃晚餐啊，准备吃个晚餐，然后就准备休息了。明天早上7点钟还要起来拉网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导彪哥，明天拉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刚刚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前面2个网的收获比较一般般啊，还剩下一个大网在海里面，准备过去起上来。希望大网收获的龙虾更大只吧。大网专门捕大货啊，所以鱼货会比较少，但是上来的都是大货。又是1条大真鲷，哇，大货连续的来，这条好像要比刚刚那条大一点，这3条大货就要10几斤了。后面这条大真鲷跟那条大黑的也是差不多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导彪哥。现在雾还没有上去，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，相信雾也会慢慢的散开了吧。开始拉最后一个网，就是大网。拉完这个网也就准备回去了，昨晚也没怎么休息，也已经是在外海过了2天1夜了。希望来个好收获，结束这一次捕鱼。网也已经拉上来了，接下来就是大货多多了。但是拉大网就是这样子啊，拉了很久的网也是没有什么鱼货上来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哇，大黑鲷啊！这一条应该要4到5斤，又大又肥的。哇！最近的黑鲷数量还是挺多的，而且每一条都是挺肥，不管大的小的都是挺肥的。
相当漂亮啊这一条。马上又来一条大真鲷，这条也是要5斤左右，没有5斤也是要4斤左右啊，挺大的这条。又是一条大真鲷，大货连续的来，这条好像要比刚刚那条大一点，确实要比刚刚那条大一点啊，漂亮啊，这些大货够多，这3条大货就要10几斤了。后面这条大真鲷跟那条大黑的是差不多大，鱼货不够，石头来凑，大石头也来一块。不然拉了很久的网，它又没鱼货了，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又一条大黑鲷。现在海水变得也是比较蓝色了，挺漂亮的。这条黑鲷又是挺大挺肥的啊，看起来也是要4斤左右吧。又来一条啊，这条是大香头，大黑鲷1斤大概是50块钱左右，大香头就便宜一点，不过也要30几块钱啊。又是一条大真鲷，不过这条小很多，应该也就2斤左右吧。真鲷的价格就比较好了，1斤要达到65块钱。黄鲷是最好卖的，然后就是真鲷了。这条拿来清蒸也是刚好一盘啊。如果要吃刺身的，就要大一些的比较好。拿来清蒸的就这样的规格是差不多刚刚好的。胡椒鲷，这条胡椒鲷看起来也是挺大的，应该也要2斤出头。网上来的大货还是比较多的，什么鲷类都上来了，就差黄鲷了。然后就是一条海红斑，这边倒是还上来一条比目鱼啊，看一下这条比目鱼还算是挺大条的吧，看起来也是要1斤多啊。比目鱼也是挺好吃的一种鱼种。现在拉的是10号啊，但是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没有鱼货，没有大货真的是太难了。先上来2条白花鱼啊，没理由后面的网比前面的网收获还差呀。我去，大网上的白花鱼怎么这么小条？也就上了这么4条白花鱼，就是没鱼货。后面这一段网真的是大货的影子基本没看到，还在期待着它上多几条海红斑之类的值钱货呢。然后网也就拉完了，没希望了。今天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啊，然后现在是准备回去了。从外海这边开回去又是要3个小时啊，辛苦了2天1夜，也没怎么休息，感觉也是有点发困了。然后晚上也是要刮风了，也是要休息个1、2天，然后再出海了。冬天的记忆，小巷里面吹过晚风，心里的秘密要用童话去做缓冲，魔法的世界真的存在，汽车被爸妈替代，最美丽的梦不应该存在别人口中。这一次也是不用去鱼排卖鱼啊，因为鱼货也是被网友给承包了，也谢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。今天准备上到岸了，今天也不用去鱼排卖鱼货，因为有网友订的啊，准备这一挂运回家，然后速冻打包一下就给网友寄过去。总体收获一般般吧，没有特别值钱的情况，但是有海红斑比较小，也有龙虾，这龙虾都比较大，应该要达到1斤左右。然后现在还